那我们刚刚介绍的那几个不同的 span， 其实都是很常会用到的。那但不只有那些 ，Android 系统提供的不只有那些。如果说你是要去更改它的整个 paragraph， 就是说文绕图，比如说你想要有文绕图的效果，那你可能就会需要用到 paragraph style 里面的一些其他的不同的 span。那这些其实就比较少用到了，因为他们都做的比较复杂。然后还有例如说你想要有 bullet 或者是 quote， 或者是一些其他那种比较进阶一点的 span， 你也可以用这一些。好。所以我们大概知道了 Text Field 它是怎么样，就是它有哪些 markup 的 object 可以用，然后它 Text Field 要画那个它的 text 的时候是怎么做的。对，那我们接着再看movement method， 就是说这些 Text Field 我们是怎么处理它的 user event， 比如说使用者他去按 touch 的动作的时候，或者用他的键盘去上下左右移的时候，对，那 Text Field 它要怎么处理？好，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的 Android 的 View System 里面，基本上有提供这几种不同的 API， 让有 implement 这些 customized 的这些 view 的人可以直接拿来用。那例如说 on touch event， 或者是如果你是 layout 的话，那有一个 on intersect touch event， 或者是 on key， 比如说 on key down、on key up、on key left 这些是没的。然后比如说 trackball， 你也可以控制它的 trackball， 然后你也可以控制那个它的 focus。OK， 就是一个 view 它如果没有了 focus 的时候，你要怎么处理？有 focus 的时候，你要怎么处理？这样子，对。所以基本上每一个 view 在 Android 里面，它都可以去 override 这几种不同的 method。然后这几种不同的 method， 它被 call 的时机点，就是当使用者对这个 view 有做了一些动作的时候。OK， 好，那可是 Text Field 比较不一样啊。Text Field 它里面有一大堆自己的 markup。OK， 它不是 view， 它跟 view system 不太一样，可是它也需要去处理这些 user event。那该怎么做呢？所以 Text Field 它里面的 implementation 就是说，它有用一个 helper class 叫做 movement method。OK， 每一个 Text Field 你都可以设一个 movement method 给它，然后这个 movement method 呢，它就会去帮 Text Field 处理在它的这个 Text Field 里面的那些含有 markup 的文字，该怎么处理这些 user event。OK， 那如果你没有这个对这个 Text Field 设入 movement method 的话，它就不会去画那些，例如说连结可能会要反白啊，或者是它也不会去处理任何的 user event， 你按的任何东西都没有任何的效果。OK， 那我们看一下 movement method 它是大概怎么弄的。OK， 一样，左边是 interface， 右边是 implementation。那我们看到 movement method 它其实是一个 interface， 那它的 API 其实就是这些我们刚刚跟 view 的系统里面看到的那些 API 很像，就是 on touch event 啊 ，on trackball event， 其实就是这样，就是 Text Field 它收到了这些 user event 之后，它就直接 call 这些 movement method 的 user event 的这些 API， 问它说你要怎么处理 ，OK？ 那在括号里面的参数大概就是说，我现在那个位置是在哪？例如说，如果是 touch event 的话，就是它的 XY 坐标是哪里？对，好。那右边就是它的Android 的一些基本的 implementation， 它已经帮助你写好一些比较常用的一些 movement method。那最 base 的那个 base movement method， 它其实是基本上就是把左边那些 on key down、on key up、on touch event 等等的这些，通通都转成右边的这些不同的 API。OK， 例如说使用者他可能用 trackball 来跑到，例如说来做往下的这个动作。那他可能用那个键盘 ，OK 的下，然后来按，就是也是按下的这个动作。那其实他们虽然是两个不同的 user event， 可是其实 logically 他们是同样的动作，都是要往下。所以 base movement method 它做的事情其实就是把左边的这些很原始的这些 user event 转成我们developer 会思考到的那些动作，所以例如说还有往上的动作、往下的动作、往左、往右，按 home key， 好，然后到 bottom 或者是 page up、page down， 到这一行的最前面、这一行的最后面等等，它已经先帮你做好这些不同的 API， 那你下面的这些 movement method 就可以直接去 override 上面的这些 method， 让你可以更方便的 implement。OK， 那好，那最左边这个 arrow key movement method 呢，它做的事情其实就是去控制你的游标，因为我们现在有可能不是 Text Field， 它可能是一个 EditText 嘛。
那 EditText 里面，使用者是可以直接去控制那个游标，决定说好我哪里要再做修改。那当他按上下左右这些 arrow key 的时候，应该就会移动那个游标的位置。所以 arrow key movement method 大概是在做这样子的事情。那 scrolling movement method 它做的事情就是去 scroll 你的 text buffer， 因为有时候你那个 text field， 例如说它大小可能只有这样，可是它的文字的内容可能超过这个 text field 的范围。那所以你这个 text field 应该是可以 scroll 的，里面的那些文字是可以 scroll 的。当你当使用者按下的时候，例如，那它可能就会把整个里面的那些文字的那个部分，把它往上移，往上 scroll。所以 scrolling movement method 大概是做这样的事情，就是帮你去当使用者的 user event 有做一些 user event 会影响到它的那个位置的时候，它就会帮你去做这个位移。那最常会用到，我们会用到的就是 link movement method。那它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说，在这个 text buffer 里面，如果你有很多个不同的连接，使用者按上下左右的时候，它会从一个连接的 focus 换到下一个连接的 focus。OK， 然后会自动帮你，然后如果说需要 scroll 这整个 text buffer 的时候，它也会帮你 scroll。这就是为什么它要去 extend 那个 scrolling movement method。所以大概 link movement method 大概是做这样子的事情。好，那OK， 好，那我们大概就是再讲一次，就是说 text view 它会收到 untouched event 这样子的东西。通常流程大概是这样子哈，就是 text view 收到从 view system 那边收到一个 touch event， 然后它就会去看看有没有这个 link， 有没有设一个 movement method。如果有的话，它就会叫那个 movement method 的 untouched event。那这个 untouched event 里面呢，它就是通常 link movement method 它做的事情就是说，好，我得到这个 XY 坐标了，然后我去把它转换成这个 text 里面的第几行的第几个位置，然后这个位置上面是不是有一个 clickable span 这样子的 markup？ 如果有的话，那我就要去呼叫那个 clickable span 的 unclick。基本上它的逻辑大概是这个样子，流程是这样子。然后另外就是说，如果它有做这个 click 的动作，那我就会去把它的反白设起来，我会去设那个 selection，OK， 然后给它一个那个 span 的范围。它的逻辑大概是这样。可是呢，如果 Android 有这么好写的话，那就大家都爱写。其实有大家都爱写 ，anyway， 但是就是它有一些问题啦。例如说，第一个问题哈，我不知道你们可能有没有遇过，有时候啊，例如说像这个，它的连接很长，对不对？然后可是呢，它在第二行的时候，这边就是空白的，对不对？那如果你是一个使用者，按这个空白的这个地方，你会觉得应该要有这个，就是说你会觉得这个连接应该要被触发，还是不要被触发？你会觉得不要被触发嘛，对不对？可是偏偏 Android 就不是这样。它有一个 bug， 就是说你按了这个位置之后，这整个连接就会被触发，它就会反白，然后你就会开启你的 browser。那这对使用者来说其实很烦，有时候就是不小心会按到的那种感觉。对，那它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如果你们看那个 link movement method 的 untouched event， 你去看它是怎么做的。它首先呢，它就是去从这个 text field 里面去取得它的 layout， 然后透过那个 layout 来去告诉他说他的 XY 坐标换算成就是第几行，然后是在那一行的第几个 offset，OK， 然后知道它的这个 offset 之后，然后再透过那个 buffer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就是你设计那个 text field 里面的那个 character sequence， 它就是有 markup 的那个 character sequence。那给他这个 offset， 之后。问他说这里面有没有这个位置上面有没有任何的 clickable span？ 如果有的话，你就传回来给我。传回来给我之后，然后我就会去检查说，哦，真的有一个 link。如果真的有一个 link， 然后这个又是一个 up event， 因为你通常 touch event 就是有一个 down event 和一个 up event 嘛。如果它是手拿起来了，那这时候我就直接去执行这个 unclick。好，那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就出在这个 XY 坐标转换成 line 跟 offset 的这个问题在这边。你按的位置虽然说，在后面的这个空白这个位置，可是那个 layout 当它在转换成那个你是第几行的第几个offset 的时候，它一样会把你那个 offset 算在这个位置，算在这个 offset， 因为这边其实已经没有任何的那个东西了。那所以当他去问那个 text buffer 说。这个位置上面是不是有任何的 clickable span？ 他当然跟他说有，所以他就变成直接就会去跑那个。所以要怎么做呢？在那之前我们先讲一下 layout， 就是
刚刚有讲过 layout，text view 里面的用到的 layout 有分 static layout 跟 dynamic layout 嘛，然后它做的事情大概是帮你去把你的 text buffer 里面的那些 markup 的每个位置到底应该放在哪一个位置，它会去告诉你。那因为它知道说你的每一个不同的 markup 放在这个 text view 里面的哪一个位置，所以其实它有提供几个不同的 API 让你可以 call， 就是例如说你有 get line start、get line end、line top、line bottom， 然后这个 paragraph 的第几个位置啊 ，offset 啊 ，get text 啊，然后整个 layout 的 width 跟 height 是多少等等的。所以它有提供这几个 API， 可以告诉你说，就是它大概是那个XY 坐标怎么转换成它的那个位置。好，那我们怎么改刚刚说的那个问题呢？首先呢，我们找到它的 line， 对不对？然后呢，找到它的 line 之后，我们就去问说这一行它的最右边的那个宽度是到哪里 ？OK， 然后接着我们再去检查它的 X 坐标是不是有超过那一行 ，OK。那假如没有超过那一行，我们才继续往下执行，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就解决了刚刚的那个问题。好，好，那还有第二个问题哦。第二个问题就是说，link movement method 呢，它除了就是去处理使用者的这个 user event 之外，我刚刚有讲过，如果它是按一个连接的话，它也会去做反白的动作，就是它会去告诉那个 text view 说，好，这一段是一个连接，然后使用者刚刚做了 touch 了，所以我会设上那个 selection。那问题是说，它里面有一个 bug， 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过，就是说你可能在 scroll 的时候，你有时候不小心按到那个连接，然后你按着那个连接往上 scroll， 然后 scroll 完了之后你手拿起来，可是它那个反白却还留在那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过这样的情形，这偶尔会发生。那这个话就是因为它的 link movement method 里面有写错，就是他忘了去把，就在某一些 timing 的时间上，他没有去把那个 selection 给它给 remove 掉。那如果你去看那个 link movement method 里面的 code， 大家就会知道，就是你再多加几个clear 那个 selection 动作就好了。好，那有一个第三个最致命的问题，我觉得就是说，假如你的 text view 假如有设一个 movement method 的话，那你听到这边有没有觉得 text view 很难用？就是一堆 bug。我当初在写的时候就是这种感觉，对，就是你只是想要让你的 Android app 可以就是有连接，有一些文字这样子，然后就是很多麻烦这样。对，好，它最致命的问题就是说，假如你的 text view 是有 markup 的。然后它有一些连接，你希望它可以就是去处理使用者的 event， 所以你设了一个 movement method 进去给它，那它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就会造成说你这个 this item， 当你要按下去的时候，你希望例如说它可能进到下一页，这个 touch event 你永远都不会收到，你的那个 on this item click 永远都不会收到。对，那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说你在 set movement method 的时候。Text view 本身它会帮你做3件事，第一个就是把 focusable 这个 text view 的 focusable 设成 true， 第二个就是把 clickable 设成 true， 第三个就是把 long clickable 设成 true。如果你去看 text view 里面的 set movement method 这个 API， 它里面怎么 implement 的，它就是做这3件事。好，那做了这3件事会造成什么问题呢？就会造成说，因为每个 view 啊，它在做那个它在执行 on touch event 的时候，它会去看说它是不是一个 clickable 的 event。如果它是一个 clickable event 的话，那它就会去处理它的那个要怎么 click 的这个动作，然后它就会 on touch event 它会回传一个 true， 就是说我有处理了这个 user event。那在 Android 里面，我刚刚说过，它其实是像一个 tree 一样，就是有 parent 有 child 这样子的 view。那它处理 user event 的时候，就是 parent 他先去问他的 child， 跟他说，好，我现在有这个 user event 在这个位置，然后你去处理。你处理完之后，你回传一个 boolean 值，告诉我说是你有处理，或是你没有处理。假如你有处理了，那我就不再继续处理了，因为 child 永远都是在 parent 的上面，所以那个 child 只要有处理了 ，parent 就不会再处理了。那在这个情形里面 ，this view 本身是 parent， 然后那个里面的 text view 是 child， 对。那假如说你设了 movement method， 那因为它 clickable 设成 true， 所以它就吃掉了这个 touch event， 那你的 list view 就永远都没有办法去执行那个 list item
click。那问题大概是这样。那其实就是有一个很简单的 hack， 就是当你要设这个 movement method 的之前，你先去看它之前原本的 focusable、clickable、long clickable 这些参数是多少。然后呢，等到你设完 movement method 之后，你再把它重 reset 掉，就变成让它的 clickable 不会是 true。对，那这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至少你的 this item click 是会被 this view 给收到的。OK， 可是它会因为这个是一个 hack 嘛，所以它会造成另外一个问题。它会造成什么问题呢？它会让你的反白这个动作不会被处理，因为在 Text Field 里面，它要处理这个 touch event 的时候，它会去检查一些值，就是这些值，然后来决定说它这个 click 的这个 event 是不是应该要画反白的动作。那因为它会就是会变成说你变反白的动作，如果你用这个 hack 的话，就会造成那个 highlight 就是那个反白不会被 draw，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在 Text Field 的 on draw 里面自己去 customize 它，然后自己去重新画那个反白，大概是这样。好，那还有另外一个问题，这是第4个问题的 Text Field 的问题。当你在做反白的时候啊，你看像这个连结啊，它其实位置只有到这边而已，对不对？可是它反白的时候是整条通通给你反白，一直到结尾这个地方。然后假如说你有2、3行的话，然后分别都是不同的那个 line 的长度，那它还是一样都是等齐的，那个反白都等齐在那边。我是觉得，对啊，有些人可能觉得没差啦，可是我是觉得看起来很碍眼，对。那可是如果要改这个，那它的问题是在说当你在做Text Field 在做 on draw 的时候，它会去就是从那个 layout 那边，然后去下 get selection path， 然后给它这个连接的起始位置，然后终止位置，然后问他说他那个反白的这个 path 大概要画多长。那他在 implement 的时候，他就是很简单的，就是算出来说它的长度是多，总共到最后是多长，然后就每一行空都给你一样的长度这样子，它的算法大概是这样。那可是所以说你如果要改的话，你是在那个 on draw 那个地方，然后你要用你自己的 customize 的 layout， 对，然后你自己去重算这个要多长。那因为那个真的很麻烦，所以我在Roguso里面我也没有做，后来也没有做。对，好，那大概总结的来说呢，就是说，如果说你在 Android 里面，你想要直接 customize 你的 Text View， 你如果直接让你的 View 去 extend 那个 Text View， 然后想要达成我刚刚说的所有的这些效果的话，基本上是还蛮困难的一件事情。那可能比较虽然不是很好，可是好像唯一的办法就是说，你把 Text Field 的 source code 整个拷贝一份，然后你直接去改 Text Field 本身。对，那可是这样的话就是工比较多，然后也比较麻烦。对，那假如说你不在意，就是刚刚说的这个反白的这个问题的话，那其实你就是你还是可以直接 extend Text Field， 然后还是达到所有的效果，但是就是只有剩这个问题而已。对，这个问题就是一定要去改里面的 layout。对，好，那现在大概就是讲完Text Field， 然后还有它里面的 markup 怎么处理。那我接着就来讲，就是表情符号要怎么做。那其实表情符号是这样，表情符号其实就是动态的 GIF 档。那动态的 GIF 档里面其实就是一张又一张的图，然后它有一些 metadata 去记录说这张图你要显示多久的时间，然后它在哪一个位置，这样子。基本上动态的 GIF 它是这样。那问题是说Android 的那个 View View System 里面，它在那个 render 的这个 library 叫做 Skia。OK， 那 Skia 呢，它没有支援 animated GIF 这个东西，所以才会造成说你每次要去画那个 animated GIF 的时候，它只会画第一个 frame， 它不会再往下继续画。好，所以最好的方法，当然就是说你直接去改那个 Skia 的 library，OK， 然后去帮它加这个功能，然后呢再把这个 Skia 的 library 放到你自己的 application 里面。对，可是这个其实功还蛮大的。对，那所以我自己是没有这样去做，因为我觉得因为那就要写 C code 啊，然后很麻烦。对，那
第二个方式呢，就是说你直接去拿另外一个 rendering library， 你不要用 Skia， 你就改成用其他的 rendering library， 然后把它放在你的 package 里面，然后它是有支援 animated GIF 的。对，可是这样的话，因为通常 rendering library 都很大，对，会造成你的 code size 变得很大，所以这有点杀鸡用牛刀的感觉。对，那最后一个方法就是说，你也可以用那个 movie 的这个 class。如果你去看那个 Android， 它有提供一个叫 API Demos 的sample application， 那它里面就是有一个范例，教你怎么用 animated GIF。那它做的事情其实是这样，它就是用一个叫做 movie 的这个 class， 然后它会去读那个图档。然后那个图档它可以一个 frame 一个 frame 的这样去抽出来，也可以去读得到那些 meta data。然后呢，它再不断的去发一个 message 给那个 handler， 告诉那个 handler 说好，我要重画这个图。所以这是 movie class 大概是这样。可是呢，这就是有一个问题的。我们如果去看那个 animated GIF 在网络上面的 animated GIF， 大部分的 animated GIF 它并不是它的每一个 frame 并不是都是完整的 frame， 它常常是，例如说你第一张图跟第二张图如果重叠的部分、重复的部分有很多的话，它就会把重复的那个部分把它给拿掉，所以第二张图常常都是看起来是有点破碎的，它是只有那些有改变的那些 pixel 是有不一样的。所以用这个 movie 的这个方式的话 ，OK， 它就会变成说，你没有错啊，你的那个它是会动态的这样子会显示出来，可是问题是说它会变成有显示到第二张、第三张、第四张的那个 frame 的时候，它就变得残破不堪，所以那个整个动画就是几乎就是不能用。那事实上，噗浪里面的那些表情符号，大概有5-6成吧，都是这样子的图，对，所以你就等于就是没有用。好，那所以要怎么做呢？在那之前，我们必须要先介绍另外一个东西，那就是 Text Field 呢。我们刚刚有讲过，就是它的 markup 是用 span 这样的东西。那还有2种不同的东西，还有2种不同的 span。OK， 他们一个叫做 text watcher， 一个叫 span watcher。那他们被用到的方式，其实就跟那个其他的 span 一模一样，就是你就对那个 text buffer 设那个 set span， 然后给它一个起始位置，一个结束的位置，然后把这个 text watch implement text watcher 或者是 implement span watcher 的这些 object 设到那个范围去。好。那它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Text Watcher 其实基本上就是说，假如你这个 text 的这个纯文字的这个内容如果有改变的时候，那它就会是去 call back 到那个 Text Watcher， 告诉 Text Watcher 说 text 有改变。那 Span Watcher 就是说，如果里面的任何一个 markup、任何一个 span 有改变的时候，我就会去呼叫那个 Span Watcher。OK， 好。所以呢，上面这3个 method 是 Text Watcher 的 API。下面这3个是 Span Watcher 的 API，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Text Watcher 就是说，在 text 被改变之前 ，text 被更改之后 ，text 正在被改变的时候，它的这几个 API 就会被 call。那下面这3个 API 是说，当你有一个新的 markup 的 Span Object 被那个新增进去那个范围的时候，会被 call。然后如果说你不是新增，也不是删除，你只是去修改，例如说它的范围。的话，那就会 call scan change，OK， 所以大概就是有这2种不同的 API。那好，那假如你不是 implement， 就是说你不是 Text Field 本身，你可能是想要用 Text Field 的人的 developer， 那这几个东西它可以它有2种方式可以用到。第一个就是说，如果你想要去听说这个 Text Field 里面的 text 或者是span 它有被改变，你要怎么做？第一个方式就是你直接去用这个 scannable 或是 editable， 就是你传进去给它的那个 scannable 或是 editable， 然后你直接在传进去给它之前，你就先设好一个 span， 就是设好一个 text watcher 或是一个 span watcher， 然后那个范围就是把它设到整个，就是从0到最后，然后你再去做 set text 的动作。那等到之后，他如果你有去做一些修改，或者是Text Field 本身有帮你做一些修改的时候，那你的 Text Watcher 和 Span Watcher 的 object 就会被呼叫。这是第一种可以去处理的方式。那第2种就是 Text Field 本身，它有让你可以注册 Text Watcher 的 API， 所以你可以直接先 instantiate 好一个 Text Watcher， 然后你把它设进去，就是 add text change listener， 然后把你的 Text Watcher 传给它。然后因为他自己内部也会去注册，
所以他知道这个 text 有改变的时候，他也会去通知你。对，大概是这样。好，那我们刚刚讲的是说，如果你不是 Text Field 本身，你是想要使用 Text Field 的人，然后你想要去听 text 或是 markup 的改变的话，你要怎么用？那我们现在要讲的是说 Text Field 本身它内部是怎么运作的，它怎么样是去 monitor， 去那个观察说这个 text 或者这个 markup 有改变。那基本上呢，它就是有一个自己定义的一个叫 change watcher 的这个 class。OK， 那它产生了这个 change watcher 的这个 object。那 change watcher 是什么呢？它同时 implement 了 text watcher 这个 interface， 也 implement 了 scan watcher 这个 interface。OK， 好，那这个 change watcher 呢，它就会把它设到这你传进去给它的那个 text buffer。OK， 它会去听这整段。然后接着就是说，他做了几件事，他把 change watcher 放进去之后，他就可以听得到这个 buffer 有任何的 text 或者有任何的 markup 的改变。他如果听到了 text 的改变的时候，他就会去转而去把你刚刚如果有注册任何的 text watcher， 他就去通知那些 text watcher， 这是他第一个做的事情。好，那假如说如果是 span 的改变的话，他会做这几个事情，他会重新画那个游标 ，OK， 然后他会去通知说，好，你的 selection 可能有改变。然后第三个就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说你整个 view 要先重新画过一遍，因为你的 markup 有改变了嘛。那接着就是说，如果尺寸他要去看说尺寸是不是有改变，如果整段的尺寸有改变的话，他就会再重新叫这整个 text view 重新 relayout。OK。然后另外就是这个比较不重要，就是它因为我们你的手机如果横摆的时候，它会变成一个叫做 extract 的那个 view， 那个是比较特别的系统，就是说你必须要传给在另外一个 process 的一个 implement 的 service， 告诉他说我现在这里面有哪些 text， 那他就会做那件事情。不过这个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好，然后另外就是说他会去记录说等一下在 on draw 要做 on draw 这个动作的时候，你的那个短白的那个位置要改变，要重画。OK， 所以它大概就是 Text Field 里面它大概是做这件事情。好，所以要怎么去做这个？讲那么多，就是要怎么去做那个表情符号呢？其实很简单，就是你去Dynamic Drawable Span， 我们直接去 customize 那个 Dynamic Drawable Span。那里面你要传一个 drawable 给他嘛？那你传什么 drawable 给他？你传一个你自己做的 animation drawable。那什么是 animation drawable？ 其实它就跟 movie 很像，它会去不断的去通知 handler， 告诉 handler 说好，我要画下一个 frame。对。那可是问题是说，这还是会有刚刚讲的那个残破不堪的那个问题存在。你虽然说你 implement 成一个带有 animation drawable 的一个 dynamic drawable span， 它也是重画，可是那个残破不堪的那个问题还是存在。所以呢，要怎么做呢？其实我的做法是这样，我的做法是用 Photoshop 打开这个 animated GIF， 然后呢写一个 script， 可以写一个那个，因为它有那个 macro 你可以用嘛，然后自动去拆解那些所有的不同的 layer。那 Photoshop 它有一个功能，就是说那些不同的 layer 它会帮你补齐那些 pixels。OK， 那因为很多嘛，那个表情符号大概有几十个，那所以一定要写一个 script 来帮你做这件事情，然后再把那个里面的 metadata 读出来，然后写成那个 XML 档，对，然后给那个 animation drawable， 就是这样做，就是这样硬干，对，好。可是这样的话，它有一些 drawbacks， 也就是有一些缺点。第一个就是说，你必须要自己写程式去请 Photoshop 帮你做这个分层的动作，然后取得那个 metadata， 这个还好，就是你写一次就好，画一次功能。那第二个问题比较大，就是说它并不是所有的 animated GIF 都可以 work， 它只能够对那些你已经知道的、你已经处理过的那些 animated GIF 可以用而已。对，这是它最大缺点。所以网络上面常有人在说，如果说要不要做那个自定的表情符号，没办法，就是这样。对，好，那用 animation drawable 放到你的那个 image span 里面啊，有几个要特别注意的。Animation drawable 它的 work 的方式呢，就是说
它会不断的发一个 message 出去给你的那个 handler， 告诉 handler 说你要重画。handler 其实就是他会在那边不断的一直收 message， 然后他收到一个 message 之后，他就会决定说我要怎么样去执行，我要再去执行什么事。它有一个 loop 一直在那边跑，对。那每一个 animation drawable 它有一个 start animation 跟一个 end animation、stop animation 的这个动作，对。一旦你 start 了这个 animation， 它就会不断的一直发一个 message 到你的 handler 去，告诉那个 handler 说好，你要再重画下一张。画完那一张之后，它会再发一个 message 回去，说你再画下一张。它就是这样一直不断的 repeat， 就像一个 while loop 一样，一直在那边跑。对。那这样的话很危险的，就是说，如果你已经不需要重画了，你的那个 list view 可能已经 scroll 出去了，然后那个 animation drawable 也已经不在画面上了，然后它还一直不断的在那边重画，一直重画，一直浪费很多的那个 CPU 的资源嘛。所以呢，而且它还会造成 memory leak， 对，因为每一个 drawable 它都带一个 context， 那 context 大家知道就是 activity 嘛，所以如果你的 activity 已经结束，已经离开了，使用者已经按 back， 然后出去这个 activity。然后你的 drawable， 你的 animation drawable 还在那边不断的一直重画，一直重画，一直重画，那它就会一直不断的有一个 strong reference 到那个 drawable， 然后那个 drawable 它又带一个 strong reference 到你的那个 context， 那所以你的 activity 就永远不会被 garbage collect 掉，对，所以就会造成 memory leak。所以要怎么做呢？你就是两个地方你要处理，第一个就是说你要去 register 刚刚说的一个 span watcher。那这个 span watcher 它里面有一个叫 on span remove 这个 method call。当你的 API 这个 API 被叫到，就是说这个 animation 带有这个 animation drawable 的那个 span 已经被拿掉，已经被就是移除了，那你就要去 stop animation。那第二种情况是说，假如你这个 text view 已经不在这个 window 里面了，它已经被 detach 掉了，那我们可以用这个 view 点 on detach from window 这个 callback。当它这个 method 这个 callback 被执行的时候，你也要去把那个 animation drawable 给 stop 掉。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好，所以除了显示表情 animation drawable 在 span 里面哈，这个东西啊哈，它不是只有表情符号这个应用而已，它也可以是做其他的不同的应用。那如果你有用肉骨兽来发布上传照片的话，它有一个特别的功能，就是说你可以去照相，照完相之后呢，你想要上传嘛，然后一般来说，通常它上传的时候，它都是你选完那个照片，然后你按右上角那个 post 那个按钮之后，它就会开始去慢慢的它才开始慢慢的上传那张照片。然后你也不知道它的进度是怎么样，然后等到它上传完那个照片得到一个网址之后，然后再把它置换掉里面的那个文字，然后再把那个文字再去做一次 API 的 request， 说我要发布这一则讯息。对，那肉骨兽它不一样的地方是在说，它图片你一 attach 进来这个之后，它就会开始在下面，它就会在背景开始上传。然后上传的时候，它同时就会下面有一个 progress bar， 就会开始在那边慢慢的显示说现在上传进度是多少。所以如果我们以下面这个示意图来看的话，上面这一条大概就是在它的时间轴，横轴是它的时间轴嘛。一般的使用者他在发文的时候，他最常花的时间就是在做 edit 那个 text， 就是他在画面里面在输入每一个文字，或者是在那个拉照片进来到你的那个 edit text。那个时间其实是花最长的，可是直到他在这个时间点他做完这个 edit 了，然后按那个按钮说我要发文，这时候我们才去做 photo upload 的动作，然后那个时间也拖得很长，然后那个 photo upload 完了之后，然后再去置换那个文字，把网址放进去，然后再去做一次 API 的 request， 然后再送出去，等到最后结束的时间，它会都在这里。可是，假如说你把它改成像刚刚那样子做法的话，使用者他一样在 edit 那个 text， 然后差不多在这个时间点的时候，他就先把一张照片给放进来，然后我就立刻开始去做那个 photo upload 的动作，然后又是在 background 做，完全不会影响到他在前面继续的去修改他的文字。然后等到他修改完了之后，然后按那个 post， 然后这个时候应该也已经upload完，然后再直接送出，所以整个那个使用者那个时间差就变得很短，对。这个就可以改善你的使用者经验，所以重点就是说 ，animation drawable 除了拿来做表情符号之外，其实它有很多种不同的应用。
然后就是我们大家就是可以用自己的想象力，然后说不定就可以再增加使用者的体验。对，好，那最后再给一个再给一个 bonus， 就是说肉骨兽还有用到些什么东西。第一个就是用那个 Text Watcher 的 API， 刚刚那个 Text Watcher 的 API 呢，它可以拿来做什么呢 ？Text Watcher 我刚刚说过，就是当你的文字有改变的时候，它会呼叫这个 Text Watcher。那所以当使用者他正在修改他的文字的时候，如果你有注册一个 Text Watcher 的这个 listener， 那你的文字一改变，那个 Text Watcher 的 API 就被呼叫。那这时候你就可以去 update 你的那个数字，就是它就会慢慢的减少。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还不错用的，就是 multi-auto-complete Text Field。那它其实是Text Field 的一个 subclass， 然后你可以设进去给它一个 adapter， 然后每一次它有一个 tokenizer， 就是当你在输入文字的时候，然后你可以告诉它说一个 token 大概是要多少 ，OK， 就是一个什么叫做一个 token？ 例如说我把它定义成，当你有打了一个小老鼠的那个符号，然后再加上一个字元的时候，那我就把它开始算成是一个 token。那这个时候呢，它就会下面就会去呼叫背后的那个 database， 去看说你现在这个使用者他，例如说他有哪些朋友，比如说他现在可能只是想要传给，比如说肉骨兽好了，那他可能就打小老鼠的符号，然后打 R， 然后下面就会开始做一些提示的这些东西出来给他，然后他使用者可以直接按开，然后上面就会帮他读起，对，就可以做到这件事。那基本上它就是透过这个 API， 就是 tokenizer 的 API， 然后它 implement 方式大概是这样，就是上面这两段是原本的，就是用空格来间断，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我自己加的，就是如果你有一个小星号在这边的话，那你就再继续把它往前加，然后怎么样算是可以 terminate 那个 token 呢？就是反正就大家回去可以看，因为这还蛮多 code 的。对，然后当你算到说它是，就是说如果使用者他进入了那个模式之后，就是那个小老鼠，然后打一些文字之后，你就要开始要给它 suggestion 嘛。那你这时候你就要 set auto complete 等于 true， 然后当它离开了那个模式的时候，你再把 auto complete 给设成 false。那这是那个 auto complete 的 API 这样子。好，所以大概 bonus 就差不多这样子，然后最后就是结束了。所以希望有帮助到大家，就是如果你在 implement 自己的 AP 的时候，然后也可以用到这些很丰富的内文，然后让你的程式变得更好。谢谢大家。哦，然后可以继续下载肉骨兽。OK。好，大家有没有问题想要请问 David 的？那我们谢谢 David 为大家带来这个Rich Text 的介绍。那我们知道为了要做到更好的 UE， 做到更好的那个使用者经验，我们其实是要做很多的事情。那我们再次热烈的掌声，谢谢 David。那如果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就是还可以留下来继续讨论。好，谢谢大家。